我们要调和一个无敌的三合油。这人知道什么叫三合油吗？3种调料。好，算你答对了吧？所谓的三合油呢，就是醋、酱油、香油调和在一起叫三合油。但是我们为什么叫无敌版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君的美食空间。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一道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汤汤水水酸菜白肉。我们这道酸菜白肉的食材必须要有酸菜、五花肉、大葱、姜、蒜、八角，然后还有几粒花椒，还有香葱、香菜。先来说说这个酸菜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酸菜，我去市场上也买过很多酸菜，但是我觉得袋装的酸菜呢就不太靠谱。反正在我买过的袋装酸菜里，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好吃的，就是要不然就是太酸了，要不然就是太咸了，要不然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味道。和我们想到的酸菜基本上两个概念你看今天我们这种是用大白菜腌的，还有一种呢，我看外边有卖的是拿圆白菜腌的。我一直不喜欢圆白菜腌的酸菜我还是喜欢这种大白菜的。每年都会自己腌这个酸菜，都是拿一个大缸，然后把大白菜从中间切开，然后拿粗盐用水给化开，然后把这个大白菜洗干净的鲜的大白菜放在粗盐水里，然后反复的揉搓，给它整个的这个白菜身上就是浸入这个粗盐粒的水然后再放在缸里边码紧实，然后再压上一个大石头也好，还是重物也好，这样就让它自然发酵。这个酸菜呢是我的一个东北朋友家里自己腌的，然后给我拿来送给我。我觉得必须要做一个酸菜白肉，向东北朋友致敬。做酸菜白肉呢，要有序的烹饪，既能节约时间，又能很快的、干净利落的把这道菜烧好。这么多的食材，我们先干嘛？我们要先煮五花肉，要把五花肉煮到7、8成熟之后，我们再炒酸菜，再干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煮透。煮五花肉呢，我们要加几枚八角，加一点花椒来去除肉的腥味儿。然后呢，我们放一点大葱的零星角，然后再放几片姜，同样去肉的新腥味儿。八角、花椒、大的葱姜和五花肉，葱姜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蒜，一会儿我们另做它用。现在我们把我们的五花肉冷水下锅，最好水要没过它，然后把葱姜、花椒、八角倒入。这个时候我们开大火把它煮沸，我们可以盖上盖子。好，我们现在趁着煮肉的时间，我们来加工酸菜。这是半颗酸菜喜欢吃酸一点的可以多放一点今天我们是三人份，我觉得这点酸菜差不多了。切酸菜呢，我们把这个酸菜头的部分给它斜刀片下来，这一点我们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看切下来之后，我们的这个每一个酸菜的这个帮都会分开了，然后我们把它翻转过来。很多朋友家里腌酸菜的时候，白菜比较大颗我们这个酸菜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有比较大颗的，然后它那个白菜帮子呢可能会比较厚一点。遇到那样的酸菜呢，我们可以用刀把这个厚的白菜帮子我们给它再一开让它薄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酸菜你看颗比较小，白菜帮本身它就不太厚，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顶刀给它切成相对稍微粗一点的丝。酸菜呢，这个丝不要切太细粗细就是这样就可以。好，这点我们就够了。肉的这个火已经开了我们关小火继续煮它15分钟。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我们切熟食的砧板来啦。切熟食的砧板我们做什么？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小秘籍我们要调和一个无敌的三合油。这人知道什么叫三合油吗？3种调料。好，算你答对了吧？所谓的三合油呢，就是醋、酱油、香油调和在一起叫三合油。但是我们为什么叫无敌版呢？今天我们还要加上葱花、姜末还有蒜末。先切葱花切葱花现在这里有一个小窍门这是一整根葱，我们直接顶刀切，它肯定是葱片对吧？葱片我们还要拿刀剁。一个最简单省事的方法，给它打一个
十字刀，打一个十字刀，葱就成这种形态了。然后我们再直接切，它就是成葱花了。现在我们是开2刀打一个十字，葱如果要是再粗一点，我们可以打3刀、打4刀。反正最后我们的目的就是举一反三。好，我们刚才打十字花刀的地方已经切到底了啊，现在我们再切几片没有打花刀了，你看这一目了然啊，这个直接就是葱片。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比较一下，这是我们刚才打了十字刀的啊，这是没有打的，你看截然不同。很明显我们打了十字刀的更省事一点。我做这个无底版的三合油呢，葱花和姜末的比例大概就是1比1。来，我们放在一个碗里啊。好，葱花。现在我们切姜末啊，姜这么长，我们可以给它中间一开2。切姜末呢，我们先给它切成薄片。好，我们有这一些，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再把它切丝。切完丝之后，我们再把它调转方向，顶刀直接切蒜末。哎呀，摄影师立功了，我这是口误了吗？啊，姜末。这个三合油吃不完，你可以打包带走啊！我想打包点酸菜白肉，那看能不能剩得下吧。那姜末也完成了，放在一起。最后一个我们要切蒜末，蒜末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蒜的啊，这个蒜也可以多一点。然后蒜我们要洗干净啊，这个我们已经洗干净之后，我们把它头给它去掉。这个大力一点呢，我们给它中间一开2啊，我们要先把蒜拍一下，我们拍完之后，再把它剁成蒜末。无论是拍黄瓜加蒜啊，还是拌什么东西加蒜，我都喜欢这种自己拍的再剁完的蒜末，然后同样把它混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哎呀，我们这个碗有点小了，是不是？把我们的小碗葱姜蒜末换一个大碗。OK， 其实我们调的这个三合油啊。我也一直在讲啊，其实这个是一个万能油。怎么讲呢？今天呢，我们待会儿调完了之后呢，用它来可以蘸酸菜白肉，增加它的风味儿。同时呢，万能油这个你可以蘸任何一切你想蘸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吃大闸蟹的季节，这个汁儿完全就可以蘸大闸蟹的汁料。还有一个呢，有的时候剩下的这个汁儿啊，我还会拌米饭。烫烫的米饭，来点这个我们的万能三合油，非常的地道，可以试一下啊。现在我们趁热打铁，我们来调三合油。那么这个呢是1比1，那我们现在呢要放生抽和醋，也要到1比1，直接调啊。这个是生的，也不用炒制，直接放就可以了。来放生抽，这些生抽呢，根据我的经验，大概在4勺吧。在4勺左右。那么醋呢，我们今天用的是香醋啊，也可以用米醋、熏醋，其实全都可以。香醋啊，那我们就用香醋没问题。1比1啊，也是大概4茶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就是基本上我们放完生抽、放完醋之后，已经没过这个葱姜蒜了，对吧？现在这个味儿是不是已经出来了？这个香可不是香油的香啊，我尝一尝。哎呀，真的很绝妙。现在我们再加入香油，香油我们先少来一点点。好，放入香油之后，我们调和一下，再尝一下它的这个味道。现在我就吃出螃蟹味来了，真的螃蟹味儿。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汁儿再加3个鲜鸭蛋，啪啪啪一炒，明明白白赛螃蟹。好，行了，我们这个无敌的万能三合油调完了。好，现在我们万能的三合油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肉煮的怎么样。中小火啊，我们刚才一直在中小火，大概现在有20分钟。现在我们看一眼，判别肉的成熟度，我们可以用筷子插一下啊，基本上可以了。我们这筷子一筷子都可以插到底了。现在我们关火。把肉捞出来，我们要切片。煮肉的这个汤千万要留住，干嘛呢？待会儿我们和酸菜和白肉一起同炖，我们可以把煮肉的汤倒进去。白肉我们捞出来了，我们也是先把这个白肉放在一边，我们先让它晾凉。我们刚才
还有葱，还有姜。我们再要一点大的葱度，然后这个姜我们同样把它切成厚的姜片，再放2枚八角。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砂锅也放在我们的另一个火上。这个时候炒锅我们开火，热锅凉油啊，热锅凉油，锅烧热之后，我们倒入植物油，润锅，把油润满整个锅，然后倒入我们的葱姜还有八角，我们就直接拿筷子炒了啊。爆出香味之后，我们把酸菜，刚才切好的酸菜丝倒进来，中火炒一下，把这个酸菜的香味、酸味全部炒出来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煲仔来代替它。好，我们现在要把锅给挪开，转移这个煲仔，我们洗干净啊，就不用烧啊。现在我们把炒好的酸菜连带葱姜八角一起放入就可以了啊。看，现在是这个形态。然后我们现在倒入我们刚才煮五花肉的水，这个水呢，也就是我们这道酸菜白肉的汤啊。这个时候我们把煲仔的盖子给它盖上，先开小火慢慢煮它。这个时候我们翻过头来，我们这个刚才煮好的五花肉基本上已经凉了。好，我们现在要把它切片，原则上呢越薄越好。五花肉现在我们切的差不多了，我们把煮酸菜这个打开，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五花肉放入啊。我们在酸菜上面铺上一层，没有煮的完全熟都不怕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持续的给它加热。我们随着最后一片的白肉放入，铺满整个沙包，我们一直小火炖煮它。现在我们可以把煲盖盖上，再静待15分钟。好，现在我们趁着煮白肉的时间啊，我们再把刚才我们准备的香菜切成细末。香菜我们已经提前洗干净了啊，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再切点葱花，切的越细越好。葱花切成这样，然后我们也是放在里面。3颗油在这里，我们的葱花、香菜也放在这里。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酸菜白肉是一种什么状态。我要开盖了啊！哇，感觉非常成功的样子哈。好，现在我们来调味。调味之前呢，我们先尝一下这个汤的味道，酸度非常到家。现在我们调味，放一点盐，根据我们刚才尝的酸度啊，盐像这么大茶匙这个勺1/2勺吧，再放一点点味精啊，味精大概在1/5勺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搅拌一下，让它味道充分溶解在汤里。我们听这个酸菜白肉汤汁沸腾的声音，就已经非常有食欲了。我们调完味之后，再尝一尝汤的味道。我说绝了，你信不信？真的绝了！准备出锅啊！我们开一下大火，吹一下。我们先把煲盖盖上。好，现在我们关火，正式出锅。好，现在我们离火。我决定啊，今天犒劳一下摄影师啊，3盒油估计打包不回去了。这个酸菜白肉，你要是想打包也够呛啊。但是我可以先给你盛一点，先盛一点酸菜啊，然后白肉浅尝啊，我们浅尝，然后拿这个勺帮你盛一点汤水进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加一点香菜末，我们再来一点葱花。好，我们今天家庭版的酸菜白肉大功告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可以马上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喜欢我们的节目，点赞关注，别忘了啊。